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基督教的视角来深入看看一个大家都可能遇到的问题，就是圣经里面怎么谈受难、坚持，还有生命的意义。我们参考的资料主要就是圣经本身啦，特别是像约伯记、诗篇还有箴言这些。是，这些书卷确实谈了很多。对呀，想说来帮大家梳理一下，看看这些古老的智慧能不能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找点方向，找点意义。这个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讲吧。圣经里面讲到苦难，我觉得它真的很真实，一点都不会轻描淡写。没错，就像您提供的资料有提到，约伯记形容那个痛苦啊，说是重的甚至超过海沙。哇，那个感受，那个形容很强烈。还有诗篇的作者会感觉好像被上帝忘记了，躲起来了。对，甚至会直接问上帝。是啊，还说自己哭到眼睛衰竭。这个描述真的很深刻。资料还提到那种痛苦，甚至包含信仰上的挣扎，比如说被旁边的人问啊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对，这个质疑是很尖锐的，圣经不避讳这些。真的。不过，这里更有意思的是，圣经不只是记录痛苦他还去看说，搞不好能带来什么？带来什么？像诗篇119篇就说：“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”受苦反而有益。对，这个观点啊，蛮挑战我们一般想法的。就是说，苦难可能变成一个催化剂，让你去学神的道理，甚至可能是个机会，让你从走错的路转回来。像诗篇119篇好像也有提到类似的，说没受苦前会走迷。是的，第67节。而且痛苦也可能逼着人去寻求神，然后真的经历到他的帮助。像诗篇32篇说的吗？对，没错。所以他暗示有些很深的功课，可能真的要经过一些磨练才学得到。这就有意思了。所以重点好像不是只有忍耐而已，而是说在痛苦中怎么去回应。对，这个回应很重要。这就带到您资料里那个坚守的概念了。是的，听起来是一种很主动的态度，像是诗篇里喊说我投靠你，一种信心的宣告。就算感觉生命快没了，还是要抓住神的教导。对，诗篇119篇也讲到这个，即使在危险中，还是守着他的话，因为相信他的话就是生命的方向嘛，像箴言说的。没错，箴言第4章，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，甚至是逆着当下感受的选择。哇，这不容易。确实不容易。但如果把这个坚守放到更大的图画里看，它就跟找到生命的意义直接连在一起了。怎么说？您看这些经文的角度好像都在说，生命的意义往往不是等苦难过去了在外面找到的，那在哪里找？而是在苦难的里面，透过跟神的关系去找到。在苦难里面找意义。对，那个意义感是来自于你很渴望神，就像鹿切慕溪水那样。诗篇42篇。对，然后是来自于你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，相信他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是的，诗篇119篇。还有就是敬拜他。还有一个很重要，还有什么？就是活出神的样子啦，要有公义，要有怜悯，活出来。对，要去关心那些比较弱势的、受欺负的人。约伯记里面，约伯就回顾自己以前怎么帮助孤儿寡妇。我记得诗篇也有讲到要为他们伸冤。是的，诗篇82篇。甚至箴言还说要好好对待你的敌人。哇，连敌人都。对，这些行动不只是做好事而已，他们本身就在反映神的属性。这样做，生命才会有那个深层的价值跟目的感。我好像有点懂了，所以把这些串起来看，重点是不是说，就算在很难、很不明白的时候，还是选择相信神一直都在，而且他会带领。对，就像诗篇139篇说的，去哪里他都在，他的手都在。没错，那个无所不在的同在跟引导。这种信靠就变成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能继续走下去的那个那个盼望，还有那个理由。你说的很好，就是那个定锚。
总结来说啊，您分享的这些圣经文本，它很诚实，苦难就是苦难，很严苦。不美化。对，但同时它又打开一扇窗，让我们看到，这个苦难的地方，说不定可以变成灵魂成长、深度学习的地方。那个坚守就不是被动忍耐哦，它是一种很积极的信心行动，选择去信靠，去抓住他的话。没错。而生命的意义，说到底就是深深的扎根在跟创造主的关系里。透过寻求他、听他的话、敬拜他，还有在生活里去学他的怜悯跟公义，把它活出来。了解了。那最后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也许可以留给听众朋友您回去想一想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作者，就算在非常非常深的痛苦里，最后常常还是会转向神，去表达信靠或者继续寻求他。对，这点很特别。那如果我们试着不只是想逃避困难，而是去拥抱困难里面可能藏着的学习或转机，这样做会不会改变您自己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找意义、找方向的那个角度呢？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下次见。